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东方温暖的聚落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有许多小孩。那是个不利生存的年代，每只要有孩子出生，父母都会带孩子到聚落中的巫师那，为孩子预测未来，并为孩子取名。一年，这对夫妻的太太临盆的日子整整拖了3个月，到了春天，才有惊无险地生出一个女孩。女孩的诞生和往常很不一样。太太在怀孕期间，除了经常闻到淡淡的香气，皮肤也变得白皙滑顺。虽然已年过40，但却像是20出头的少妇。因此，太太在这段怀孕的期间，备受所有人的照顾，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这是从前未有的待遇，让她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个刚出生的小女孩长相精致，皮肤光滑透亮，整个人像清晨被晨曦照耀，发出光芒的露珠，清澈吹弹可破般。也因为她的外表，家人们格外疼爱，邻居见到也纷纷投以爱护的眼光。纵使女孩的条件甚好，不免俗的家人仍是带她到巫师那边预测未来及命名。孩子出生命名是一件喜悦的事，但这一趟却让女孩的父母担心起女孩的命运。巫师见女孩水灵脱俗，为女孩取名水仙，但却在观测未来后，吩咐父母绝对不能让水仙照镜子。父母好奇地问原因，巫师只是神秘地回答：让水仙照了镜子，她便将会永远地离开你们。听了巫师的告诫后，水仙的父母回到家，便清空了家中所有的镜子，也吩咐了水仙的哥哥姐姐们，绝对不能让水仙照镜子。因为太爱惜这个小妹妹，大家都愿意配合。从此以后，水仙的衣着打扮都是由家人帮忙打点，父母也因为害怕预言会实现，为了专心照顾水仙，便没有再生育了。从此，水仙就成了家中最小、最宝贝的掌上明珠。随着年纪渐长，水仙越发亭亭玉立，拥有出众美貌的名声，传遍周围的其他聚落。有许多人都不辞千里慕名而来，只为见一眼这个人人称颂的水仙姑娘一面也好。更有许多男子见过水仙后，纷纷向水仙求婚。而从小备受疼爱的水仙，一点也看不上任何人，反而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滑稽。有时，水仙甚至嘲笑来求婚的人，说了失礼的话语，对方也不会生气，反而更努力地想博得水仙的青睐。家人看在眼里，虽也觉得水仙的行为不妥，但因为经常受到爱慕者的骚扰，也任由其自行发展，养成了水仙越来越骄纵、目中无人的性格。水仙成年的前一年夏天开始，聚落几乎没有下雨，聚落中唯一的水井也因此渐渐干涸。居民协商后，决定每日每户轮流去山里的河边打水，供聚落的大家使用。受到家人爱护的水仙，自然是家中唯一没有去河边打水的人。但水仙看着去河边提水回来的人，常常带回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色彩丰富、表面光滑的石头，聚落中没有见过的花，美丽的蝴蝶，肥美的鱼等等，让他心生好奇。转眼到了水仙成年的那个春天，因为聚落自然条件状况不佳，许多人在前一年的冬天时生了重病，有体力到山中河边打水的人也渐渐少了。水仙的哥哥姐姐们也因为需要多一份心思，
照顾生病的父母，开始觉得去河边提水的工作耗时也耗体力，便也渐渐不太情愿前往。但用水的问题始终要解决，此时聚落的居民也顾不得平时因为水仙的美貌对水仙无条件顺从的反差，开始将苗头指向水仙，理性看待关于打水的公平性。而这是水仙第一次被众人针对，让他的自尊心很受打击。他负气地躲回房里，逃避居民的指指点点。到了隔天清晨，天才刚亮，倔强爱面子的他便带上水桶，独自前往山里。嫌少做体力活的水仙拖着水桶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原本又累又气的他，到了看似大家口中的河边后，泄了一口气，心里默默念道：我就提一桶水回去让你们瞧瞧。他想用提水的这件事，让聚落的人们不再对他指指点点，并且对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点刮目相看。当他来到河边，蹲低身子准备打水时，看到了缓缓水流中有一位美丽的女子。从小备受宠爱骄傲的他非常惊讶，心想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美丽的女子。于是无数个疑问在他头脑里开始升起。大家都说我美丽，但她会不会比我还美？聚落的居民见到她，会不会更喜欢她？是不是大家打水时都见过她了，才会对我这样无礼？心里有太多疑问，想要一个答案。于是他开口问了水中的女子：你是谁？而他听到整个山里也回应他：你是谁？你是谁？那个声音环绕在他的四周，他惊讶地觉得水中的女子一定是水中的女神。于是他回答女神说：我是水仙。这时女神也回应他：我是水仙，我是水仙。水仙心想，原来是水中的仙子呀。此时水仙想起聚落的居民来打水，偶尔会带新奇有趣的东西回去，应该是水中仙子赠予的。于是心里盘算着，如果我是仙子的朋友，她说不定会给我更好的东西。于是不改骄傲的个性说道：我想当你的朋友。这次仙子的回应是：当你的朋友，当你的朋友。这么美丽的仙子愿意当他的朋友，水仙高兴极了，于是忘了此行的目的，在河边和仙子长聊了起来。每次的对话，仙子都像完全认同他一样，重复着他的话，因此他越来越喜欢这位仙子，甚至希望跟她成为好闺蜜。天色渐渐暗了，水仙的家人一早就没见到水仙，既担心又慌张地找了她一整天。水仙平常会去的地方都寻找无果，晚上发现提水的桶子不见了，才聚集聚落的居民一同前往山里寻找水仙。大家从深夜找到天亮，终于在河边找到了水仙家的提水桶，却不见水仙姑娘。此时天空下起了久违的雨，只见河边开了美丽的花朵，被晨曦映照着是如此清新脱俗。巧的是，花朵的颜色和水仙的衣服一样，是仙气飘逸的黄色。花朵的气节就像水仙的气质一样，冰清玉洁，香清色雅。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美丽的水仙姑娘。那些见过水仙美丽容颜的人们十分想念她，便寄情于河边的这些花朵，称这样的花为水仙花。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有什么启发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收到的回响越多，我们将会录制一集故事制作时的趣事，并挑选有趣的留言
和大家一起探讨哦，期待你的参与。另外，如果你也有值得省思的故事，想与大家分享，一同成长，我们会斟酌内容，可能以些微改变的方式呈现。若不介意的话，欢迎来信诉说你的故事。那么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